非有消息，加拿大航空最近宣布，从2025年的1月起，他家的价格最低的经济舱机票将不再包含免费托运行李额。这一消息虽然略感意外，但是发生在加拿大依然可以理解。近年来，全球的多家传统的全服务航司开始向廉价航空看齐，这实在也是无奈之举。民航诞生100年来，多半时间是被当作上层消费。二战后期它开始普及的时候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富人才有资格搭乘。那个时候航空服务好得很，不仅有精美的餐食，还有随机的厨师长，有喝不完的洋酒，行李托运服务也是相当的厚道。但是廉价航空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，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，由于空客和波音的飞机越来越便宜，直升机票降到了100多元人民币左右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。全球许多所谓的全服务航司纷纷降低服务标准以应对竞争，先是降低餐食标准，然后低价票不再支持随心选座，现在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低价票也都不再提供免费托运行李了，例如美联航、达美、英航和维珍航空等等。全球的低价票不含行李的重灾区是跨大西洋航线，例如从纽约飞伦敦，现在这条航线上的行李服务政策极其混乱，有的人民币1000多元可以托运行李，有的1万多元却不含免费的行李托运额，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清楚。有一些声音认为航空公司这么干不符合法规，但也有观点表示支持，毕竟乘客的需求不同，有的是留学生入学希望行李越多越好，有的是周末遛弯，双手空空荡荡。不允许航空公司制定不同政策的话，不利于公平竞争，不利于降低票价。随着全服务航司降低服务标准，或约差异化的加深，他们与廉价航空的竞争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。在第一阶段中，许多全服务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廉价品牌，原品牌保持服务不变，使用廉价品牌与廉价航空厮杀。例如，大韩成立了真航，新加坡航空成立了酷航，泰国航空成立了泰微笑，土耳其有了 AJet 等等。但是现在他们似乎找到了更好的办法，那就是一块门面两种嘴脸。有些航空公司忽然发现，只要在降低票价的同时降低服务内容，比单独成立廉价品牌的效率更高。在全服务品牌光环的照耀下，只要把票价适当降低，就可以很好的与廉价航空竞争。现在经常能够看到新加坡航空、卡塔尔航空和阿联酋航空的低价票，大约就是这种思想在开花结果。这种思想传播开来的话，有可能发生半舱全服、半舱廉价的现象。比如说，一半的乘客有饭吃，一半的乘客需要掏钱买，或者全服乘客被分配在靠窗或者是靠过道，而廉价乘客被分配在中间，掏多少钱就享受多少服务，似乎倒也公平合理。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。那么廉价航空会不会也向上进攻呢？比如说一些乘客可以免费托运行李，有免费的航餐呢？其实这种事情已经在发生了，已经有廉价航空在部分航线上提供免费的行李托运额，比如一些中日韩航线，还有一些廉价航空提供免费的瓶装饮用水，甚至有些廉价航空开始搞头等舱，这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廉价航空与全服航空之间本来并没有法律界限，未来他们在行李选座和餐食方面的政策可能还会推陈出新，这是一个好事情，有利于企业的精细化管理，也有利于竞争向良性的方向发展，有利于最终降低票价。但是对乘客来说，恐怕会有一点点的麻烦。今后无论全服还是廉价，都必须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机票含不含行李，能不能选座，飞机上有没有饭吃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